数理天才的抉择。第1章，害羞的天才。阿浩是一名高一学生，他在数学和物理上的天赋无人能及，甚至连老师也经常拿他的作业当作范例。但在班级里，他始终是个安静的存在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默默地埋头解题。他的成绩让人惊叹，但他的沉默却让人望而却步。对于阿浩而言，解数学题的乐趣远远超过与人交谈。他的世界安静、简单，只有公式与答案。然而，这个世界里却悄然住进了一个人——班长小晴。小晴是个完全不同于阿浩的人，她开朗、热情，总是带着明亮的微笑。她的声音清脆悦耳，经常在班级活动中响起。对阿浩来说，小晴就像是阳光，温暖又遥不可及。他总是偷偷地看着他，但却从未鼓起勇气与他说话。他那么优秀，我连靠近他的资格都没有吧？阿浩这样想，每次想要开口，他的心跳都会加速，最后只剩下默默的注视。第2章，命运的安排。学期末的一天，老师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合作报告，要求所有学生分组完成。当老师念到阿浩和小晴的名字被分在同一组时，阿浩的笔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愣住了，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。怎么会是他？阿浩心想，紧张的手心冒汗。他既期待又害怕，这是他与小晴靠近的机会，但也是他可能出糗的开始。第1次小组会议，小晴走到阿浩的座位旁，微笑着对他伸出手。阿浩，这次我们一起努力吧。他的声音温柔又亲切，让阿浩的紧张稍稍缓解。他抬起头，慌乱地点头，轻声说：“好。”起初的合作并不顺利，阿浩总是话很少，讨论时大部分时间只是低头看着笔记，甚至不敢直视小晴的眼睛。而小晴却没有因此放弃，她耐心地引导阿浩，询问他的意见，甚至主动让他负责数理部分的报告内容。阿浩，我觉得你的数学能力很强，可以帮我们设计一些模型吗？小晴用鼓励的语气说，这让阿浩心里一暖，他点点头，小声回应，可以的。第3章，日久生情。随着报告的进展，阿浩渐渐放下了戒心。他发现专注在数学模型和报告内容上，让他忘记了紧张。他开始主动提出一些建议，而小晴则总是耐心地倾听，并给予正面的回应。一次深夜讨论报告时，小晴忽然问：“阿浩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擅长和人交流？”阿浩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低声说：“是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，总觉得自己很笨拙。”小晴笑了，其实你比自己想的要好很多。我们交流这么多次，我觉得你很有想法，而且你很认真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句话像是一股暖流，驱散了阿浩心中的阴霾。他开始慢慢学会在小晴面前表达自己，并发现每一次交流都让他成长。他不仅仅是那个埋头解题的数学天才，他也可以是小晴可以依靠的伙伴。第4章，幸福的萌芽。报告结束后，阿浩和小晴拿到了全班最高分。老师的表扬让阿浩感到自豪，而更令他欣喜的是，小晴主动邀请他一起去图书馆复习。他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甚至开始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趣事。一天，在校园的角落，小晴微笑着对阿浩说：“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的专注和努力，你的世界让我觉得很特别。我喜欢你。”阿浩愣住了，脸颊微微泛红，他不敢相信小晴居然也对自己有好感。他鼓起勇气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我也喜欢你。”两人笑了。这一刻，
幸福在他们之间萌芽。他们开始约会，一起学习，一起计划未来。阿浩发现，爱情不仅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交流，也让他找到了自信和勇气。第5章命运的转折。阿浩的生活正逐渐被幸福填满，他与小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每天早晨，小晴会微笑着和他打招呼，晚上2人经常在图书馆并肩学习。他第一次感受到被需要和被喜欢的感觉是如此温暖。然而，一切的美好都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病痛打断。起初，阿浩以为只是学业压力太大，他经常感到疲倦，甚至连上楼梯都气喘吁吁。一次体育课上，他在跑步途中突然昏倒，同学们慌忙把他送到校医室。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校医皱着眉问。我建议你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阿浩按照校医的建议，到医院进行了检查。他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过劳，但诊断结果却像是一记重击，血癌。当医生宣布这个结果时，阿浩感到天旋地转，他的脑海一片空白，唯有一个念头在不停回响：小晴怎么办？